有人说杨紫丑还老是演大美女，这不是对自己的颜值多了1倍的焦虑吗？你怎么认为？杨紫丑吗？你好，星期六播放杨紫青春期火辣照时，她直接尴尬地捂住了脸。说实话，杨紫不算丑，但也没那么漂亮。香蜜沉沉烬如霜中的锦觅，一副倾倒6界仙魔的模样，明媚天真，甜如枫糖，一步步绽放。那么，有了《家有儿女》中小雪的剧照，就这样了。有人说杨紫是被逼成美女的，我倒想看看她为什么能演美女。杨紫没有那么高的颜值，但是却展现出了与之相匹配的高演技值。更何况，葡萄精锦觅最吸引人的不是她的容貌，而是她活泼的性格。天真活泼，热情大方，乐于助人，不分男女。这些优点不仅让在天宫感到孤独的旭凤和润玉深深着迷，也感动了万千观众。美是仁者见仁，让杨紫的美在剧中在心里被放大再放大，越来越接近江山美人。锦觅虽然没有外貌焦虑症，但杨紫或多或少还是有的，未来转型的可能性很大。在这个世界上，确实有则无美，无则迎春，但对人来说，丑有丑之苦，美有丑之苦。美丽的难度，如果说丑的女人更能看到世界真实的一面，她们需要付出更多，但漂亮的女孩几乎无一例外会被同性排斥。这个时代，能靠天生丽质取胜的人少之又少，更何况美妆美颜。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能靠自己的努力，过上自豪而满足的生活。加油，杨紫！女人味，杨紫黑色大皮衣个性张扬，又酷又帅。在华语影坛崛起的2位杨姐一直备受关注，其中杨紫尤为引人注目。作为80后的后起之秀，杨紫凭借独特的气质和演技跻身华语娱乐圈前列。日前，杨紫参加了红袖 GRAZIA 杂志6月刊封面拍摄，2套黑色质感皮夹克和 oversize 蝴蝶结款式的切换，彰显个性，全是不拘一格的态度。此外，唯一一套相对休闲的保暖冬装大衣，让粉丝们看到了熟悉的杨紫。同时也不得不感叹，这位当红女星已经变成熟女人了，妆容也越来越精致，有女人味了。封面照片中，杨紫身着黑色皮衣搭配烟熏妆，尽显不可或缺的时尚感和霸气。不过，相较于之前的形象，这张封面照更多地展现了她的内在性格和人格魅力。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出，杨紫自信、从容、勇敢，对生活充满热情和追求，这也是她成功的原因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随着杨紫的成熟，她的形象也在不断变化。在之前的剧中，她经常扮演可爱、天真的角色。如今，她的眼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，五官更加精致。这种变化似乎标志着她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。除了外在形象的变化，杨紫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随着岁月的沉淀，杨紫变得更加冷静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慌张和暴躁。她不再是那个天真胆小的小女孩，而是一个成熟、自信、坚强的女人。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，女性同样可以在事业、爱情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功。虽然杨紫在娱乐圈的地位越来越稳固，但是很多人还是对她的演技和形象产生了质疑。比如，有人认为她在很多作品中的表现不够出色，没有爆发力；也有人认为她的形象过于公式化，没有太多的新意和创新。不过，毋庸置疑的是，杨紫是一名优秀的演员，她还在进步和成长。她逐渐走出了之前的花瓶形象，用自己的努力证明了自己的能力。从这一点来看，杨紫无疑是一个典型的成功女性，她的经历无疑可以成为很多年轻女性的榜样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也不禁要问，杨紫这位粉丝过100亿的明星，这次的封面拍摄会不会引起观众的改变和反思？虽然她的变化是自然的成长过程，但观众会不会认为她是造星经纪公司用她的变化来迎合市场需求呢？这也需要时间的检验和观众的认可。当然，不变的是，作为演员，杨紫的颜值就像是百花齐放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精彩的作品和表演，永远成为人们心中的小公主。未来，我们都期待看到越来越好的杨紫，拿出更加精彩的表现，让我们一起为她鼓掌。02被粉丝拖累的肖战终于翻身了。作为曾经的顶流主播，陈情令火遍亚洲，甚至带动了耽美影视行业的发展。
同人网站 AO 的作者也受到这部剧和肖战出色外貌的启发，利用肖战女性化的形象创作了同人作品《坠落》。结果可想而知，一帮不明智的粉丝开始发动肖战保卫战，把 AO3 平台搞垮，让它成为历史。粉丝人文作者和读者奋起反抗，于是拟定了一场对决，双方的激战波及了其他几个网络平台，让央视痛批粉丝文化混乱。都是粉丝的错，无辜的肖战只能埋单。前程似锦的前程突然停滞不前，代言合同接连被解约，作品被抵制。也因此，我们错过了一个有演技的肖战。时隔4年，梦海中的肖春生惊艳了无数观众。电视剧开头，肖春生转身进入尘封已久的图书馆，遇到了一起偷偷来看书的童小梅。两人还没来得及面对面，图书管理员就被吸引住了。为了掩护小梅的离开，肖春生不停地做小动作吸引图书管理员。小美成功离开，春生却暴露无遗。面对管理员和保卫队队长，春生丝毫没有惧怕，而是主动用油嘴滑舌的方式解决了这件事。镜头一转，春生来到了溜冰场，而此时他的好兄弟正在被人欺负。不到20岁的少年立刻上前，他一来，兄弟们顿时安心了。有这么一个亮眼的小伙子，很多人都怀疑肖战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。然而，当他穿着军大衣，骑着老式自行车出现的时候，肖春生顿时有了真容。情商高、仗义、聪明的肖春生，似乎就是肖战的样子。这是少女们青春期最喜欢的男孩子的模样。出生在军人家庭的肖春生，从小就有一个梦想，成为一名保家卫国的军人。但因为父亲的原因，肖春生的入伍非常艰难。人人都知道他没有通过政审，却又不忍心告诉他。或许所有人都怕他承受不住这一击。可肖春生知道真相后，反而很淡定。他没有责怪父亲连累他，也没有把不满发泄在告诉他真相的小梅身上。相反，选择在等待机会的同时工作。就这样的性格，肖战彻底站不住脚了。肖战成功地将我们每个人带入了肖春生的世界，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展现在我们眼前。肖战是团里的最爱。继央视之后，几大官媒集团点名点赞肖战，安利肖战新歌。11月14日晚，一个熟悉的身影肖战出现在央视电视剧频道，一身白底淡蓝色休闲装，他慷慨激昂地呼吁粉丝们锁定拥有1000万粉丝的央视巨新媒体。他的声音极具磁性，让人不禁想起他那首极具感染力的歌曲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。作为一名草根演员，肖战的人生经历充满了艰辛，但他的坚持和努力最终赢得了央视的肯定和支持。中央电视台是中国最权威、影响力最大的媒体，能有一个演员在央视露脸，对于一个人的事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在肖战事业遭遇重大挫折时，央视大力保护他，邀请他参演抗疫剧《最美逆行者》。第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令人陶醉。央视对肖战的扶持，让他在艺术圈崛起，短时间内成为全国红人。11月15日，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报《河北日报》公开点名肖战。在一篇文章中，他向粉丝介绍了海拔1600米的戈壁高原宁夏同心县的枸杞产品。文末也特别感谢肖战。9月25日第12天，肖战粉丝公益项目组也向大家推荐了同心县的枸杞产品。感谢明星肖战的加持，这款产品在粉丝的帮助下销量大增，为脱贫攻坚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分享你的力量。多年来，官方媒体的介入展示了肖战的政治表现，这可能是他越来越受到一些粉丝和官方机构关注的原因之一。作为一名年轻有为的演员，肖战的成长之路充满了强烈的阳光感。他通过自己的实力和不懈的努力，赢得了很多的赞誉和支持。不过，在肖战得到央视和官方机构的支持后，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。在肖战之前，因为一些八卦事件，无数的案例表明，人只要正直，不从事不正当的爱好，就可以获得相互的支持和认可。而这件事无疑彰显了肖战团队的实力，也证明了他在表演方面的天赋和能力。不过，在获得这些官方组织的支持后，肖战还会继续勇敢前行吗？他将如何应对日益增长的声音？或许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答案。
此外，在央视和官方机构的支持下，肖战的星途是否会更加辉煌，能否在娱乐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，还有很多疑问。今天，在这个庞大的信息社会中，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和事业。肖战需要思考的问题是，他是否会继续在歌曲和电影方面创造出优秀的作品，赢得更多观众的好评，还是被激烈的竞争压得喘不过气来，无法应对舆论压力？这些问题都需要肖战和他的团队用自己的实力来回答。总之，肖战得到央视和官方机构的支持是难得的机会，但他需要自我改造，不断努力，才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一圈取得更大的成就。